比特币目前下跌的最低点49000就是底部了吗？我们要 V 转还是要继续下跌？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呢，目前我们是收了一根很长的影线，不过还没有收盘哦，是到目前为止是很长的影线。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认为量能非常的关键哦。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波回调结束，并且赶快开启多头，我认为这里要放出的量能呢，绝对是越大越好。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才周二、周三而已。我们这周线其实距离收盘，它大约还有一半的时间要走。我们有写一个指标，是专门针对以目前的量能呢，来预测这根 K 线收盘的时候会有多少量能。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如果我们根据当前的量能做推估的话，这根 K 线收盘的时候呢，它依然可以收出我们自从3月多以来最大的阴线的量能。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下跌阴线所收盘的量能呢是越多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上方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区域，那当跌破之后呢，其实这个时候庄家他肯定是要来收集筹码的，庄家他要收集这些不安定的这些筹码，比如说在这波下跌肯定会有很多人杀进杀出，其实这种 panic sell、panic buy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们买入卖出应该都要有计划。那庄家他要把这些不坚定的人手中的筹码呢给换出来，给换到这些坚定的筹码手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呢下跌的量能呢，其实还算 OK 不过越大绝对是越好。我们可以来稍微观察一下，如果这个量能越大呢，我们这波回调它就会越快结束，我们多头就会越快开启。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呢比特币现货 ETF 在上周五还有这周一连续2天都是流出的。你可以看到上周我们流出了2亿，那我们这一周是流出了1亿多。其实我们已经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这样子的流出了。那我们在 ETF 呢之前的流出都不是因为 ETF 它真的在卖，而是由于灰度流出，灰度的这些机构呢，它本身就想套现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流出，其实跟我们当时灰度的流出呢，它是完全2个不同的概念。那我们也是首次出现这种连续，然后有看到量能的这种流出，而且不是从灰度流出来的这个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缩小一点点。其实我认为以当前的盘面呢，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好，就是我们当前所看到的这个低点大约在49000，它是不是最低点？我们是不是要 V 转上去了？还是我们接下来还要回踩这个位置，甚至我们到更低的位置去二探呢？这个是我们现在最重要必须解答的问题。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呢，我们能收出这种下跌它在15个百分点以上，并且收出长下影线的这种 K 线呢，其实是并不多见的。你可以观察我们这根 K 线呢，它下跌它的百分比是在15-16% 左右并且我们收出了很长很长的下影线。那我们可以来稍微做复盘一下通常我们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要知道这种状况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并不多见。其实我们从这个牛市以来呢，我们还就真的没有看到过这种状况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波上涨基本上出现的洗盘呢是比较少的，真的是比较少我认为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之前在FTX 事件当时所发生的状况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们这根阴线它没有收出影线不过其实我们可以把这2根 K 线呢来把它给合起来一起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跟我们当前所看到的阴线呢其实是很雷同的，也就是下跌的过程呢，下跌是非常的迅速，而且下跌的距离呢也很深，可是我们收出了很长的下影线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其实它反弹的距离其实是很足够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下跌之后呢，我们立刻出现了量能很大很大的这种 K 线，然后进行反击也确实涨了很多。你可以看我们光这根 K 线的实体就有 10%， 然后我们从最低到最高呢有 15% 左右，光反弹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反弹的量能呢是很足够的。那既然我们反弹的量能很足够我们就可以判断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它要在创出低点会比较困难但我们要打底之后，然后再重新上涨呢，我们也会重新再把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所创出来的这个针尖附近的位置呢，再重新踩过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都还有再重新踩过1-2次，都还是有机会的。好，
那我们再往前看，其实往前的话，我们要找这种上涨过程的踪迹，它的效果才会比较强哦。那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其实跟当时、跟现在的状况其实就有很大的差距了。我们在下跌之后呢，它也收出了这种长长的下影线哦，这跟大家应该是印象很深刻，我是印象很深刻啦。它下跌大概是20%，那影线的部分大概在一半。不过你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很快的就出现这种多头反击的量能的，并没有啊，并没有。它在后面的是又慢慢直接就回到了这个底部，并没有出现很大的这种反弹的状况了。所以我们到后来呢，我们就直接再创出了一个新的低点啊，再创出一个新低点之后，然后我们才又出现上涨。那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针尖的位置稳住，那我们是必须在这个位置呢，一定要看到这种比较连续的这种多头出现。所以像我们这里呢，就是多头的反击太弱，所以我们后续就跌破了我们前面所创出来的针尖。那我们当时在519所发生的状况呢，我认为跟现在是非常非常雷同的。你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在一波的下跌过后呢，我们也插出了这种长长下影线的这种 K 线、阴线，然后下跌很多，但是有长长的下影线。那我们后续呢反弹的非常的猛烈，我可以跟大家来口头说一下，我们当时从最高点哦，这里是59000嘛，然后我们直接下跌到29000哦，下跌到29000之后呢，直接反弹到43000哦，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时的反弹力道是很猛的哦。那既然反弹力道那么猛哦，我们要在我们低点这个位置要跌破呢，其实就很困难，或者说我们要创一个新低点就很困难了。但是我们后续呢，这个针尖的位置啊，它都还是回来把针尖给踩实了之后，我们才又重新往上走啊。那我们再来复盘啊，这里其实这里它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当时在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也是往下下跌了之后呢，这个针尖呐，后续我们有出现这种很猛烈的这种反弹啊，你可以看它几乎都快要来碰到前高了。它这个反弹很猛烈哦，然后后续它又来把这个针尖给踩实了，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自己是复盘的经验哦。基本上我们出现这种很大的下跌，并且出现了长的下影线呢，我们要看后续反弹的力道、反弹的量能来决定我们后续会怎么走。如果说反弹的量能很弱的话，那我们很有可能就会直接在下破，并且创造出新的低点。那如果说这个反弹的量能很强呢，大多数时候它也会来把之前所创出来的针尖给踩实。那如果说我们应用到我们当前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来归类一下，我们当前的盘面呢是属于哪一种状况？那毋庸置疑哦，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必须再切小一点点级别。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自从下跌之后呢，我们是有出现这种很大的量能的、很大的这种多头的反击的。当然了，如果说我们要看到那种真的很大很大的反击的话，最好是可以直接就到6万。那如果说我们要出现 V 反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它很快的就再重新回到这个6万之上哦，并且站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有可能在这里直接走成底部，然后就 V 反。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呢，至少我们现在走出这样子，现在的这种状况呢，也就是我们有看到多头的量能，然后多头我们也确实看到反击了。我认为它要很快速的直接再创出一个新低点是有难度的，那当然我认为如果说我们这一次呢，它只要不站稳在6万之上，那我们在短期内呢，再重新回来测试我们之前所来到过的这个针尖的底部呢，也绝对是有机会的，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不过虽然说我们现在反弹是很猛烈，对不对？但如果我们从整段的下跌，我们来去做判断的话，我们从最高点7万一直到当前其实我们也大概就反弹到了382位而已，所以其实还好并不到很夸张但如果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618、62000的上方的话，那我就认为它直接走 V 反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很大很大了。不过以目前来看是还好的，还好。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它反弹嘛，对不对？然后你说它要过，其实很困难，因为如果说要直接回到上面的话，它在这里呢，它要又持续的出现很大的这个量能，然后多头它也不会慢慢的衰竭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可以看到它的量能呢，它的 K 线它都要走得很连续，它不能变得越来越短小。
如果说像你可以看到这样越来越短小的话，那我们要直接走 V 反的可能性其实就在大大降低啊。那我们现在也出现了这种量能很大的多头，所以我们要再创新低也是很困难的。我认为目前最有可能的走势就是我们再重新回来测试我们前面大概在49000的这个低点，然后踩稳之后，然后我们再重新选择向上。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